观众朋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天气，从今天开始，一连4天都会是哗啦啦的下雨天，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为什么会下雨的原因呢？主要就是这一道锋面在华南这一带形成之后，今天会逐渐的靠近台湾。那么今天整个上半天台湾的天气，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锋面前缘的一些水汽，造成了台湾的天气比较不稳定，那么上半天的降雨热区会集中在中部以北，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呢，这一道锋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一连会有4天的时间，而且是属于滞留的形态，我们就来掌握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趋势。那么首先要告诉大家，再一次提醒的是，今天主要就是受到了锋面前缘的雨带还有水汽，造成台湾地区的天气比较不稳定，中部以北会下雨，那么东半部水汽也偏多，反倒是中部以南，也就是南部地区呢，今天比较不受到影响。但是也要特别提醒，南部地区即便不下雨，云量也是偏多的，尤其是在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也会受到热力作用，也就是热对流发展起来，在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那么明后2天，也就是这个星期3、星期4，将会是这个星期天气最不稳定的2天，也就是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水汽偏多，那么几乎是全台湾都有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这一带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同时伴随着打雷闪电，所以大家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到了礼拜5又有一个变化，主要是这一道滞留锋面会逐渐的往南压。所以呢，在礼拜5这一天呢，反倒是南台湾的民众要特别留意，雨势会比较大一些些。所以从今天开始，一连4天呢，都会是下大雨的天气形态，所以民众真的要戒慎前程。那么什么时候雨会逐渐的缓和下来，就要等到周末假期这2天，水汽减少，锋面远离，所以雨就会跟着缓和下来。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除了会下雨，那么温度上的分布也要到大家来了解。今天北部大概低温22度，高温有将近30度，中南部几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尤其是南台湾的部分呢，比较不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今天的高温可以来到35度。像是台南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今天有可能出现极端高温，也就是36度以上的闷热天气，所以呢，要特别提醒中部以南地区的民众外出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的。所以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明天，也就是星期3、星期4这2天，水汽是偏多的，伴随打雷闪电，尤其是在山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会有比较强降雨的情形出现。那么要等到周休假期，锋面远离，水汽减少，天气才会逐渐又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好，这几天的确是看到了下大雨，雨水会滋润大地，人人也应该借此要戒慎前程。同时呢，也利用5月份这一个季节，要用法水来洗涤自己的心灵尘垢。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云林嘉义的浴佛相关活动，不仅有结合了健康讲座，强调来一趟能够有多功能的收获，还有看到是在云林斗六有一间食品公司，号召员工200多人参与了宗教仪轨，包括了流程安排等等，大家是借此在活动当中学习到慈济的人文精神。人人合十的双手中有象征母爱的康乃馨。斗六这家食品公司举办浴佛格外庄严用心，200多位员工参与，用不同方式表达心中感受。拍拍我，很高兴啊！我的妈妈是菲律宾的母亲节快乐。然后台湾的节目妈妈母亲节快乐。也要快乐。有员工参加造血干细胞捐赠，浴佛前配对成功。作为父亲，也是同事，深感欣慰。做父母的会很开心，
也刚好他可以为社会做这些贡献。经营者认同慈济理念，常年护持，连浴佛司仪都是员工自己承担，融入慈济人文。那谢谢呢，慈济的各位师兄师姐呢，教导我每一个动作啊，每一个文字，就是要讲的语调。非常感谢慈济的师兄师姐们，帮我们布置了这么庄严殊胜的会场，我们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浴佛典礼。镜头转到嘉义慈济诊所，这场浴佛先从健康操开始，带着民众活动筋骨、训练肌力，再接着浴佛。浴佛不只是心灵沉淀，更希望透过活动把健康促进观念带进社区，借由这样子的日子，来达到让民众了解一些健康的常识，甚至是预防肌力的退化。大家知道之后，可以让大众在家可以就自己先保养。浴佛结合健康照护与预防医学，让民众在祈福之余能更加重视身心健康。大爱新闻张国辉、曾宝才、张菊芬、宋炳化、云林嘉义综合报道。好，除了云嘉地区的浴佛，再往北一点来看，台中以及彰化分别在多个地方举办了潮山惊行，有家长带着小朋友第一次来体验，感受到忙碌生活之余，还能够有静心的时刻，因此格外的珍惜。另外还有看到一位79岁从印尼嫁来台湾35年的外籍配偶，他就分享了多年来在台湾接触到慈济，才真正了解到人生行善以及结好缘的重要性。台中东市举办的潮山惊行活动庄严隆重，在井然有序的队伍中，有一位长者相当特别，他是今年79岁的刘桂香，从印尼嫁来台湾已经35年，说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就做公差了呀，人生就是要行善事啦，做善事啊，嘛，去到以后去开心那种啦。走这条回来，中间回去归位。而彰化静思堂的惊行活动，从花莲慈济精舍远道而来的德迈师父，细心教导大家惊行的意义，就是安住自己的心，稳稳地踏出每一个脚步。除了尽自己的身心以外，还要有一个发愿，是生生世世，我们步步踏实，就是惊行。踏实在法上面，就是惊行。丰原静思堂的潮山惊行活动，有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前来参加。第一次带他们来参加，我觉得感觉蛮好的，因为平时就是他们学校也很忙，我们工作也很忙，难得有时间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起来做这个潮山的活动。潮山的脚步缓缓落下，每个人都静下心来，在宁静中凝聚愿力，也将潮山体悟的清净与慈悲带入日常生活。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王金福、郭美惠、张永彤，台中彰化报道。至于在桃园静思堂的浴佛，除了安排与花莲同步，还有一场是开放让社区民众来参加。有一位101岁的长辈，他就分享了第一次来，高兴得睡不着觉。初心莫忘，与佛相遇。桃园慈济志工一早与花莲浴佛大典同步，恭迎菩萨云来集。2026年慈济成立60周年，慈济人赞扬三宝，弘法利生，也借着母亲节慈济日感念亲恩与众生恩。第二场浴佛，桃园各界与民众来到静思堂共沐佛恩。不久前接受手术的防火宣导队分队长徐美惠，能够亲自献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直以为我自己的身体没办法参与，但是呢，这一个礼拜来，慧英师姐不断的跟我联系和关心，但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我今天就来参加，在心理上还有身体上
都得到平安与祝福。见习志工蔡佩琪和先生陪伴父亲欢度佳节，101岁的蔡老先生第一次要来，期待一整天。我也够没去呀。宗教仪式，慈济的玉佛引领关照自信，走向平安吉祥的新路。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公桃园报道。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8年，来看到2008年在5月12号这一天，四川发生了8.0强震，死伤严重。慈济成立了震灾关怀协调中心，并且前往灾区赈灾。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都江堰市参加抗震抢险救援。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8.0强震，一瞬间天摇地动，无数家庭失去依靠。灾难发生后，慈济基金会立刻在台湾成立指挥中心，而大陆各地的志工也已经背起行囊，奔向最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们进到灾区比较严重的，那就是跟921大地震那时候这样断垣残壁，希望能够给救灾第一线的搜救人员，给他们一个后盾，给他们一个温暖。我们慈济赈灾的原则是直接重点务实嘛，尊重嘛。为四川呢，能再尽一分力量，在大陆的慈济人也开始呢，准备要动起来了哈，那我们在台湾的呢，也是期待人人呢也要多关心这一块哦。同一时间，台湾的慈济志工也动了起来，担心灾民在瓦砾中受冻挨饿，所有人日夜赶工，将毛毯、生活物资打包，箱里装的不仅只是物资，更是千里之外最急迫的关怀。因为现在发生这个大灾难呢，也是要尽快嘛数量蛮多，大概数不清了，不晓得多少。想到那些受灾难的人，就是心里蛮心疼的。就是尽一点力量这样子，跟平常做的事真的是心情不一样。把握我们的分秒，只要有布来适合的，我们就把它做起来。我们是 from Myanmar and China。就帮助别人是你的贡献了啊！这份爱没有疆界，全球慈济人走上街头，募心募爱。很快的，满载着睡袋、帐篷和医疗用品的专机，从台湾桃园机场直飞成都。这趟飞行载去的是希望，是活下去的勇气。应急包的部分里头有就是一般的生活必需品的那些小东西。包括毛巾牙膏、牙刷这一类的。慈济等的慈善机构呢，募集到的包括呢睡袋、毛毯，还有帐篷、医疗用品的等等。直航的包机可以从桃园呢直接就飞到成都机场。我们昨天有16个大陆的师兄姐已经先行抵达重庆，那么他们昨天晚上已经住在成都，那么昨天晚上也连夜赶到绵阳去。那么我们12个人今天晚上跟他们会合以后，最主要就是要去做勘灾、去做救灾的工作。一定要以大地众生为共生喜，发挥这一份的大爱的精神。震后的四川满目疮痍，志工踏上这片伤痛的土地，走进受灾乡亲的身边，一声问候，一次义诊，一顿热食，用最温柔的陪伴安抚惊惶的心。自己懂不得，我想到死过，但是现在基本怎么搞，跟我关系，我确实没得这个想法。待会儿把脚洗了就得了。给他们的心动起来，不然他们现在很焦虑。那心动起来的话，我就说先开始，我们先做，来叫他们都来帮忙大家一起动起来。可以算是第一批。所以呢，大家觉得都还是挺好的。哎呀，谢谢，我们家哪有这么好问题？好，你口水可以吞没有关系，好，但是等到药扁了再整个吞。这个地方。医院里面很多重病人，所以我们这些病就没地方去看。
你们能够过来帮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激。想说把它们剪短一点的话它们好整理，这样洗舒服然后上面盖的那小瓦。灾后重建是一条漫长的路，慈济志工多次勘灾，决定协助重灾区光明村，为村民打造新家，不只能遮风避雨，更是坚固安心的起点。有的那里面的话，侵的特厉害，特严重，那房子已经倒塌好多了，对不对？不敢进去。我要教育我的儿孙，也要记住台湾同胞对我们热情支持。整体规划起来之后呢，整个村庄会变得很漂亮，不仅是美观，而且是要坚固。7月13日，91户原建协议正式签订。11月12日动土，从这一刻起，一个全新的家园从废墟中缓缓站起。谢谢你们帮我们重建家园。白墙红瓦，水电俱全，村民准备入住新居。2010年11月20日，锣鼓喧天中，崭新的光明村终于落成。曾经的阴霾散去，未来的日子充满希望与光明。将近1年时间，发现村民生活改善了。光明村的村民在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以积极的心态和勤劳的双手，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新家园。台湾同胞，你们共同努力，不失梦想，为我们重建了美好的家园。贴喜的日子，我们心里喜欢，穿得像过年一样。多么的安全，多么的亮丽啊！阴霾已经过去了，光明在望啊！光明村现在方便得很，水电气都通了，跟城里一模一样。现在日子都过得好了，很多老百姓都不出去打工了，我也回来了，然后都带了第2个小宝宝了呢。我做上这个美好的家园了，我这一生一世不能忘记台湾同胞对我们的恩情。而这份从患难中的情谊，并没有被时间冲淡。当年受助的乡亲，至今仍坚持着慈济志工带来的环保理念。多年来，每周2的资源回收是他们不忘的约定。先是做环保分类，然后大家在一起学习，所以一直现在都12年多了，我们一直还是延续坚持每周的星期2。明天又是星期2，明天不要下雨啊！明天我又要去回到我们一家，好开心哦！四川省乡亲们，大家好！衣服都是从内到外。李泽田老伯伯更是把这份情紧紧抱了20年。当年慈济送的衣服，他舍不得丢，破了就补，补了再穿。他说，这不只是衣服，是上人给的温暖，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恩情。这上人给我的是最贴心的，也最温暖的，所以说我一直穿。镜头转到缅甸来看到慈济志工今年除了在仰光举办3场浴佛，也特地前往了曼德勒省举办了当地首次浴佛活动，有数百人参与。庄严佛堂近500人静心诵念佛号，虔诚礼佛，强震过后能够安心在此共同浴佛，这份幸福慈济人士欢喜见证。去年来访时，耶德潘寺院如同其他的寺院，经不起强震摇晃，佛像损毁严重，让人感叹不已。志工立即展开物资发放，也协助新建简易住所，陪同一步步走向重建复原。
当知道慈济人希望在佛堂举办浴佛活动，住持马上应允，志工也慎重规划，从浴佛台的高度到流程进行，尊重当地，依循佛教仪规。社区居民也如同来见老友般熟悉，尤其特地设置孝亲报恩区，更是让长辈们感到贴心。သမီးကဘာလုပ်ပေးတင်လဲဆိုတော့တနခါရင်လိမ့်ပေးတယ်ပြီးတော့ရင်နှွေးချမ်းလဲငှက်ပြီးတော့တိုက်တယ်ဟိုပါပေါ့နော်ကိုသမီးနဲ့ကိုရေပိုးပြီးရင်းနှီးသလိုခံစားရတယ်ပေါ့နော်ငယ်ငယ်တော့လို့ပြန်ပြီးတော့ဟိုဖြစ်သွားသလိုပဲစိတ်ထဲမှာခံစားရတယ်ဟုတ်慈济人首次在曼德勒省举办浴佛，除了在寺院、慈济临时办公室，包括法师、受助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以及居民都盛装出席这场浴佛活动。ပြီးတော့ချီကြီးဗုဒ္ဓတော်ကောင်ရှင်နဲ့ဘုန်းကြီးနဲ့အဆက်အသွယ်ဖြစ်လာတာပေါ့ဗုဒ္ဓနေ့လောက်တာတော့ဒါဟိုပြောမယ်ဆိုရင်တော့ကောင်းတာပေါ့နော်အခုလိုလဲဟိုပေါ့ဘုန်းကြီးတို့သိရတော့အခမ်းအနားတက်ရောက်တော့ဘုန်းကြီးတို့လည်းပို့ပြီးတော့ကောင်းတာပေါ့学生们也演绎手语贵阳图，感念亲恩。ဒီကအိမ်ကနေထွက်သွားတယ်ပြီးတော့မှနောက်ကျဒီသူစခွင့်မရလိုက်မှလည်းရှိတာပေါ့နော်结束完之后呢大德也好，法师们也好，对慈济呢非常的认同，这样子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就是跟志工们呢一直在互动。而在仰光也举办了3场浴佛活动，在慈济会所，志工与会员恭敬礼佛足、结华香。在丹英镇科马雅马寺院学校以及达密多达雅寺院，延续过往比丘尼们心念虔诚、劳佛劳法，喜迎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3节合一的到来。在信奉佛陀的国度里，以最简单但也最真诚的信念，彼此感恩，珍惜当下的平安。大爱新闻陈永正、郭康康、郭威扬、黄路发频率报道。慈济在尼泊尔兰皮尼园区落成启用之后，这一次的浴佛前往摩耶夫人寺举办，总共有340多人参加，众人齐声诵念无量义经。刚启用的慈济兰皮尼园区紧邻在摩耶夫人寺旁，志工清晨4点半就从园区起步，前往寺院安坐宇宙大觉者，在晨曦中迎接3节合一的到来。法师引领唱诵无量义经，清澈梵音缭绕佛陀诞生地兰比尼，尤其在佛诞节的这一天格外有意义。It praises Lord Buddha a lot. Like in Sutra chanting, we have seen that everything is in like Sunya. It is in Sunya. Sunya means zero. 包括僧侣、法师与志工共344人参与浴佛活动，不只是身在其中的志工很有感，游客们也被吸引，停下脚步一起诵念。राम्रो लाग्यो पुरा राम्रो भयो शान्ति मन पनि शान्ति हो त्यस्तो खालको भयो राम्रो भयो यो पढेपछि एकदम मन शुद्ध शान्ति शान्ति समाधि मन भयो。尤其这次的浴佛首次由本地志工承担，一路陪伴的新马台志工是安心教棒。Yeah, we built our campus and I built myself in Suchi slowly. I really like it because here everybody is all equally supporting the community and योभन्दा अगाडि चाहिँ ओभरसिज भोलिन्टियरहरूले सबै कुरा गर्नुहुन्थ्यो भने उहाँहरूले सिकाएको कुराहरू चाहिँ अहिले हामी नेपालीहरूले फलो गरेर चाहिँ हामीले त्यस्तै गर्ने कोसिस गरेका छौँ मलाई लाग्छ कि在摩耶夫人寺的菩提树下，见证慈济精神已在佛乡扎根，且会持续向前。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立新、毕平、张清和、拉梅什，尼泊尔报道。斯里兰卡可伦坡也举办浴佛，众人汇聚善念。会场布置到浴佛台摆设，可伦坡年轻志工亲力亲为。文迪亚代替女儿来当志工，还有机会共沐佛恩。I come with my daughter for the medical miss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come, I think, on a different day.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celebrating Mother's Day and getting involved in this very meaningful ceremony. 尽管佛号声唱诵的是中文，众人双手合十，为自己祈福，也为身边的亲人祈求平安。曾经受助的白内障患者和家人也受邀来参与。
ඉතින් මේ වෙලාවේදී විශේෂයෙන්ම මතක් කළ යුතුයි මම මේ ස්ථානට සම්බන්ධ වුණේ මගේ නෝනා මහත්මියට ඇස්වල දුර්වලතාවයක් ඇති වෙලා අක්සිකාච ලබා ගැනීමේ තමයි අපි සම්බන්ධ වුණේ. 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特别安排孩子用实际行动表现。 අපිටත් ඇත්තටම දරුවෝ ඇවිල්ලා මලක් දෙද්දි ඇත්තටම මෑසෙන් කඳුළු බේරෙන්න ගත්තා. ඒ තියෙන මේ මව් සෙනෙහස නිසා. එයාගෙන් මට හම්බ වෙච්ච සර්ප්‍රයිස් ප්‍රසන්ට් එක මේ ඉතින් ඒකටත් ගොඩාක් මට සතුටුයි මට මේ වගේ දෙයක් දෙන්න ලැබිච්ච එක. 将近160位民众志工法喜满满，送上数点心，更是慈悲心与护生理念的分享。大爱新闻维多利亚和西卡斯里兰卡报道。 而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分会与花莲同步预佛，而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迎接了双喜年份。荧幕上，台湾是5月10号落在早上7点，此届花莲浴佛大典准时启动。大洋彼端的美国达拉斯却是前一天傍晚6点，透过视讯直播，将两地浴佛拉在同一个时空。我们这一次有749位的师兄师姐我们来献供。那尤其是就是上人有告诫弟子，我们要把爱传出去，要把爱找回来。 与台湾相隔大海，但属于此届人的默契，就算彼此隔着荧幕相会，感觉还是非常真实。同样是美国，镜头转向亚利桑那州，今年慈济迈入60周年，也是凤凰城流落处30岁的日子。一个32例，一个迈入60岁，就像母亲跟孩子的血脉关系。主办方也别有创意的将浴佛活动定调为双喜临门。 慈济凤凰城3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先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前来好多位80岁以上的人生导师颁发祝福证书与结缘品，要他们活到老，开心到老。还有一颗颗由志工亲手发面的饱满寿桃，作为活动小点心，要大家为慈济、为母亲一起庆生，庆祝每年的浴佛节跟母亲节，还有慈济全世界慈济日，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来参加。去年有来，今年我也来，希望年年都来。志工勤勤恳恳，不断耕耘，让慈济能在美国继续说着慈善的故事。带新闻真善美志工杜维、孙菊维，美国综合报道。 美国熊猫餐饮集团捐赠一台中式料理的餐车给慈济，期待能够发挥作用。熊猫餐饮集团代表象征性把车钥匙转交给慈济美国总会执行长。从此刻开始，两个组织的共善行动，未来能走得更远。这一部餐车刚刚好就可以满足我们慈济深入社区，那尤其是我们在急难救助之后，以及我们平时的这个社区活动中。 对于推素的这个需求。 Our Panda Restaurant Group and Tzu Chi organization have really started many years ago when our founder Andrew Chen that meet with Zheng Yan Fa Si in Hualien, and we have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doing many relief efforts, providing funding and also food to the disaster relief areas. 这辆餐车是专门做中式料理的，在美国相当少见。车内配置完整的中式厨房设备，必要时可进行大量的热食烹煮与供应。它一边是 warmer， 一边是可以加热的。例如我们煮好的东西要送出去，它就可以放在 warmer 里面。那另外一边是冷藏，是个冰箱来的。 然后中间呢，就是摆桌子、椅子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摆上去，所以他自己这辆车本身呢，就已经可以运输很多东西了。很感恩他们能协助我们这一块，那希望不要有灾难哈。那有灾难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速度哈，食材够的话哈，2000人没问题啊。我们感恩这个熊猫集团。 餐车在4月上旬就已开至慈济美国总会园区，随后进行车辆整理及维护工作。 未来若有天灾发生，可支援素食供餐需求，提升慈济救灾的后勤支援量能。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光辉、蔡红黎，美国报道。继续关心天气数据。
苗栗以北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降雨几率20%到30%。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1度，降雨几率20%。南部多云时晴，东部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40%。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降雨几率最高。